或是人为的，而后又从外面用皮绳锁紧了逃生之门。这绝不是天火，绝不是。万年县教育处农舍昨夜被天火所焚，报案人称有4人惨死火海。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！快去传仵作！禀明府，仵作前日突然发病，满脸红斑，喷嚏不止，告病在家。哎呀，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啊？让我试试吧。啊？我略懂医理。干吧啊！哎。看出什么来了？这4具皆是男尸，掌心有老茧，虎口也有。他们都是被烧死的。我用你说？是啊。不对，火起之前，他们就已经死了。他的口腔中没有粉尘。我进火场里看看。啊？哎，你这，哎呀，跟上！是。我也进火场看看。这都烧成什么样了？能有什么线索？哎呀，让咱查就查吧。哎，发现什么东西了？凶案现场发现任何物品，必须要交给官。怎么回事？嗨，不就是一堆死残吗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你去那边看看。为什么偏偏是这些蚕呢？哎，你干嘛？我取些蚕，再查一查。查什么呀？啊！来人，把这些尸首和这儿发现的所有的东西都带回去。快把这收拾一下！等等！林府，再让我查一查吧，我一定能够查出点什么来的。查什么呀？啊！这案子涉及宫中，不归我管。你要查，你就去找那个刑部尚书啊，对吧？民府，再让我查一查吧。今日已经是第4日了。哎呀，热死了！哎呀，热死了！哎呀，热死了！哎呀！还没看明白吗？这案子你查不了。神仙打架呢！哎呀，热死我了！赶紧的，收了。哎呀，回去歇着了啊！收了，快点！是。哎，慢点。有收获。看前面，慢。
这个万年县令说，偏偏是这些蚕，是啥意思呀？武后效仿长孙皇后行清蚕礼，遵照传统礼法，要亲民、亲养、亲骚。长安附近哪有人养蚕的？所以那些蚕，恐怕都是清蚕里留下来的。分散到农舍之后，彰显皇后顾及天下苍生之美德。所以这就是个普通农舍呀。是农舍，但也许并不普通。那里边那些人，恐怕也不是普通的农人。啥意思啊？尸体上肯定有线索，问题是，我无权查验尸体。我走不动了，咱们就这么走回长安，得走到啥时候去啊？吉人自有天相。刚好3匹，咱们1人1匹，4匹。不对，这马可不像是野马。这些马我见过。他们是羽林军。行，哎，走。停，打开看看，有没有夹带东西啊？你们几个看起来面生啊？新来的。来，赶紧走吧，怎么回事啊？赶紧收起来！这么多，咱们要找什么呀？找9日之前，也就是5月初10日离开京畿的人员名单。这么多，这怎么找？分开找。乔代，你那边？哎，我呢？你随便吧。什么叫我随便呀？哎。你又不识字儿，你闭嘴！我不识字怎么了？不识字怎么了？你随便，你随便，好吧？找到了。你说的那天，一共离京10个人。山南道扬州。
去了4个。禀康将军，这里发现了可疑之物。这里并没有做改建的安排。康将军，四下查过了，没有人。去滨崎库再查查看，留有一丝大意。是。公子，咱为啥要查羽林军的出京记录啊？那几个羽林军出宫的第2日，扬州刺史陈珠良就被强行镇杀了。去宣旨的正是羽林军。从长安到扬州，快马加鞭，半日可至。那4个人就是假传旨意的凶手，被灭口了。矫诏是兴师问罪的由头，从居士楼开始，所有人的死都跟封印有关。这羽林军可是皇家的兵啊，谁呀胆子这么大，连羽林军都敢杀？查吧。海兽不到纹，记住它的样子，分开找一找，看一看能不能找到相似的物件。那我去那边。我那边。老板，这上面是画的个海兽吗？是。他从哪儿来的？你能给我讲讲他的来历吗？ Bu beşten gel. Bu güzel Kaşgar'dan, Jirak okyanlardan, Jirak yerlerden. Beşten gel. 好，停，你不用再说了。Beşten. 当我没人。欢迎。Bazar. Uzak olgan muşlu kısmı bilen. Bazarda beri var iken boş. Oğul değilsin bak, sen değilsin bak. 哎，朋友，你是栓家军？我，这是栓家军皮道上特有的装饰。当年太宗皇帝打败薛延陀汗国，宣家军可是立了大功，这个城市春通大造，现在可是难得之物，恐怕只有大将康怀文的部署才配得起。康怀恩，这名字我听过。他是个叛将，对吗？是呢，是呢，没有眼光，就连我们求死人都知道太宗皇帝毕生，他却投靠了薛延陀部。哎，你这个东西买不买？我可以给你这个书。哎呀，少喝点吧，啊，喝口水。你说这个天火桩桩件件都跟皇后有关，实际上大家都在说，凡是支持皇后的，都会遭到天谴和天火所烧。你说这是真是假呀？都是政敌作乱，这案子看似简单。其实疑点重重，就比如说这个，跟当年远征薛延陀汗国的玄甲军
康桓旧部有何关系？哎，我说，要不然咱写牛字了，别写马了，羊也行。不是，这马字儿太难写了。你说你何苦呢？你就直接告诉公司你不识字不就得了？我告诉谁都行，我不能告诉他。我警告你啊，你也不许说。塞面子活受罪。你说你这写了一上午了，你这个还凑合。哎，你这纸哪儿来的？咋了？我安奴库里顺手拿的。你不是不识字吗？你怎么会拿这个？这多好看啊！我留个念想。欧子，我没有重大发现。意外收获，康之仪的案牍。从哪儿来的？蓉妹她，我就料定你会需要，所以我特意找他。康桓是康直仪的父亲。残舍的人是康之仪杀的，居水楼呢？那晚我确实在平冈坊见过他的马。那不对呀，这康之仪是皇后的人，他怎么会做对皇后不利的事儿呢？也许是有人要他这么做。当年，姨父因叛乱被处以极刑，而后因人作保，家属得以活命。再后来，他又因人保荐而得以入宫，为长孙卿行走羽林军校尉。康直仪，长孙卿。看见什么了？没什么，只要你萨摩多罗，你想死？四娘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错哪儿了？错在我不该拖欠房租。继续。啊，我不该偷吃客人盘里的菜，让客人发现。一盆鱼头豆腐从厨房到饭桌一共30步，你给人吃的只剩下2块豆腐，连汤都不剩，你倒是给人留1块鱼骨头啊！我那不是怕把客人给扎着吗？就是他，对，就是他。知错就好，好好反省我啊！哎，四娘，别走啊！救命啊！啊！还好接住了。多谢官爷救命之恩。小人复姓萨摩，名多罗。你是西域人？没错，小人祖籍迦兰，来长安有段时间了。各位客官，里面请。哎，客官到，客官到！来，客官里边请，我给你们倒茶去。四娘，他不是冲咱们来的吗？抓也抓不到咱呢，我们都从良了。再说了，他们现在抓人也得有点证据吧？要是真逼急了，我弄死他！我。茶来喽！
各位大官人，请用茶。谢谢。上官姑娘，小心烫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姓氏？您穿的衣服面料特殊，长安城穿得起的人只有2、3家。这2、3家当中，适龄女眷都已经嫁人了，还能在街上随意走动的，似乎只有上官家的紫苏姑娘了。哼，消息倒是挺灵通，不过耳尖可不算什么本事。皇兄说的是。哼。你怎么知道我姓黄啊？半个月前，城西的皇室宗族办了一次100年庆，10里8乡皇室宗亲都去了，每个男丁都发了一根刻黄字的黄叶木发簪，以作纪念。我簪子呢？在这里。我一时好奇，就拔下来看看。不好意思啊。手还挺快，做贼没问题，干正事儿，哼，不行。照你这么说的话，你更适合做个屠夫，而不是仵作。哎不，你这个又是怎么看出来的呢？他裙角和鞋帮都泛着油光，腰间和颈部有勒痕，从位置判断应该是屠夫系的那种围裙。寻常屠夫虎口才有茧，而他食指外侧和拇指内侧有茧，只有常年使用柳叶刀的人才会在这种位置有茧。那就只剩下2种职业：商医、仵作。你怎么知道我是仵作，而非商医？你身上有防腐膏的味道，商医要防腐膏干嘛？这位妹妹姓谭吧？我跟你的父亲有过数面之缘，非常敬佩他的技艺。眼力、见识、分析能力都还不错。那我现在只想知道，你之前作为顾问，为大理寺也断过不少案子，为什么会被驱逐呢？各位官人请慢用。你但说无妨，既往不咎。宣为大将军府侍妾，我在现场一时没忍住。谁知道那是大将军凯旋归来，皇上御赐的点心啊！笑什么？我一用脑子，肚子就特别饿。唉，本来还可以靠断案赚点外快贴补生计，打那以后，我一顿饱饭都没吃过。吃饱饭容易，只要你肯为我做事。对不起，请恕草民拒绝。为什么？他的官靴看外形和款式产自于汴州，他自称是大理寺的官员。可是他的腰扣是并州的，也就是说他是从外省调来长安办案的。当下只有诈尸案才会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。事关兵部、三司都觉得是烫手山芋，想往外推。我一介草民干嘛往这种事情里扯啊？所以我还想多活2天。开个价吧。唉，钱我很喜欢，但我更想好好活着。500文，痛快。感谢各位官人的抬，小人笑纳喽。不好了，度量员暴毙了！啊？什么？跟之前死的那2个人一样，中的是一种毒，只是剂量增加了很多倍。把人给我带回去，我要好好的查验查验。什么？带回去？不可呀！我家主人那可是立下过赫赫战功的呀，你们不能对他的尸身这般糟蹋呀！罢了。近日可有发生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吗？有，确有一事。昨日我家后院厨房曾被人闯入过，当时就把厨房里边的米面蔬菜全都给扔掉了，怕的是有人再投毒，与我家主人不利呀。如果只是在食物当中投毒的话，应该大家都有事，不可能死的只有度量员一个人。老伯，能不能带我去厨房看看？好。都是郎，你怎么就这么去了呀？都是郎
你标兵千古，功在千秋啊！孙志伟打别闹了，你这一句，不好意思，让朝廷怎么办？皇上怎么办啊？装活人简单，装死人也容易，装不活不死的人就难了。嗯？等等，你知道人身上哪部分最柔软吗？哪里？眼睛。可是他闭着眼呢。哦。终于肯醒了。拿下！是。闪开！退朝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现在是政事混乱时期，陛下发脾气也是自然，更何况是皇家金库失窃这样的事情呢？皇家金库失窃案迟迟未能告破，为何不让大理寺接手呢？大理寺另有任用，皇上让大理寺去管东水村的瘟疫，听说那村里的瘟疫闹得厉害，接二连三的死了不少人。看来这大理寺的日子要不好过了。不光是大理寺，这危机若处理不好，这朝廷就成百姓的笑柄了。时局纷乱，各自珍重吧。来人，酒呢？都多长时间了，把人当空气啊？人呢？来啦，来啦！恭喜李少卿，贺喜李少卿！恭喜啥？成功破获皇家金库失窃案，追回赃物，皇上龙颜大悦。捎你些什么好东西没？当然没，这本就是大理寺分内之事。我怎么听说皇上当朝就赏赐了？有我们家萨摩一份吗？一个小玩意儿，他留着没用。哎，你别给我来这套啊！案子是你们一起破的，赏金见者有份。头晕。哎，你少装蒜。哎呦，不行！李少卿，我希望你不要来这一套。这个，今天我先回去，那个改天再喝。每次都这样，可以有新招吗？这个我没喝的，这个就退了啊。哎，我说你这人，东西落这儿了。那就是御赐的，归你了。想什么呢？伽罗圣殿，为勇者居之；圣火清凉，为勇者御之。什么意思？没什么。
陆尚书，您实在太客气了。理应是下官奉上好茶，请您才对。李少卿，这又不是在朝堂之上，何必拘泥礼节？今天在我这儿，不谈官阶，只论兄弟。请，我来。恕陆某直言，六部下9、4、5间，我最欣赏你们大理寺的行事做派，区数月屡破奇案，陆某实在佩服。尚书过奖了，若有需要在下效力之处，还请尚书明示。我想请你帮我找一个人，这个人现在就在长安。报，尚书大人，大理寺黄三炮有事禀报。请他进来。是。小人见过陆尚书，公务紧急，还请陆尚书恕罪。无妨。是。老大，有案子，我们得走一趟。在哪儿？广云山，保平国。大人，全城搜了一遍，没找着人。偌大的长安城，你们2天就搜遍了？你们左侯卫就是这么办差的，啊？继续找。是。最近朝中不太平啊，兵部的陆尚书和左卫大将军针锋相对，明里暗里拉拢各派势力，朝中百官人人自危呀。他们也找您了？尚书找过我，一直想试探我对诸位朝臣的态度，为什么又不肯明说？我看他恐怕是掌握了什么证据。否则绝不敢贸然出手啊！他也找过李少卿。哦，少卿，陆尚书来访。请他进来。李少卿，陆某不请自来，冒昧了。陆尚书。不知此次前来有何贵干？来了解王延案的进展呢。荆州府统军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兵部理当过问呢。以王统军的军阶，你们应该素未谋面吧？陆尚书，您真是有心呐。陆尚书，大理寺的特别案件，在未审理之前，都需要保密。哦。属李某，无可奉告。哦，打扰了，那本官先告辞了。李少卿，请留步。2天前，兵部陆尚书弹劾左卫大将军黄显忠，说他通敌叛国。而昨日，大理寺又奏请以诬陷、谋杀2罪捉拿陆尚书。你们2人乃是朕以为柱石之人，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情，朕实在是颜面扫地。所以朕希望你们今天都说实话，在3司会审之前，让朕弄清楚事情的真相。臣有罪。都起来吧。谢陛下。陆尚书，你说黄将军通敌叛国，可有证据？这是一份已经画了押的供状，是黄显忠心腹手下孟云供出来的，上面详细的记录着6年以来，黄显忠与东突厥使者秘密接触，接受巨额的贿赂，出卖大唐军事机密的事实。臣知道空口无凭，臣已经把证人带来了，孟云现在就在殿外。宣他进来。传孟云觐见。
草民孟云，拜见陛下。孟云，这供状是你亲笔所写，签字画押的吗？回陛下，是。你是黄将军什么人？我名义上是将军府的书吏，大概6年前开始替他处理机密事务，但据我所知，在那之前，将军就已经被策反了。因为从8年前开始，他就率领部下在边境与东突厥作战，时战时和，长期驻扎，和敌国细作有相当多的机会接触，逐渐被渗透。你要朕相信你说的话，可是要有实在的凭据啊。回陛下，有。这是从去年春天起，东突厥特使阿史那多莫送来的3封密信和2次交易的酬金礼单。陆明请罪。臣是在3个月以前抓捕策反的孟云的，严刑逼供，才拷问出了真相。一派胡言！陛下，好了，陆尚书，我们听听大理寺的人是怎么说的吧。各位，陆尚书刚才所说的，如果成立的话，一个基本的条件是，证人孟云真实可信。但如果我们面前的这个孟云，他根本就不是孟云呢？什么？黄将军，你应该不会忘记，孟云有一个长相相同的孪生兄弟孟昭吧？8年前，他随同您征战东突厥，可是军中的一员大将。你仔细看看，这位到底是不是孟云？如果看脸认不出的话，还可以看手吗？孟云，他是一介书生，可这双是我刀枪的手，所以你是孟昭，是陆尚书找你来假扮孟云作伪证的。萨摩多罗，你是怎么知道2兄弟的事情？还有，何人为证？请陛下传证人秦隐。8年前，他曾是黄将军帐下的军师。传秦隐觐见。叩见陛下。秦隐，萨摩多罗的话可属实？回陛下，萨摩多罗所说句句属实。当时黄将军从军中挑出一支武艺高强的先锋队，孟昭就在队伍当中。他的确有一个孪生弟弟孟云留在长安，未曾投军。陆尚书，陛下，臣。陛下，这秦隐不仅是指证孟昭的证人，我们还通过他查出了宝平谷连环凶杀案的原委。快说来！这几桩所谓鬼谷阴司的案子，都是孟昭在陆尚书的帮助之下完成的。至于陆尚书为什么要帮他，是因为2人达成了协议，让孟昭假扮成孟云做伪证，以叛国罪扳倒黄将军。至于孟昭，他为什么要制造宝平谷的惨案？因为他要复仇。复仇？为什么事情复仇啊？那是7年前的一件军中密事，我们不眠不休审问了秦隐3天2夜，他才把事情说出来。这便是秦隐的供状。当时大唐和东突厥打了1年，战事焦灼，边患不断，于是朝廷秘密授意黄将军组织了一支精锐部队潜入敌国，暗杀竭力可汗。但行动失败后，先锋队被俘，随后大唐却拒绝承认他们的身份，因为暗杀手段太过阴毒，一旦承认，便有损大唐国威。此举对于将来和邻国的关系也是一个隐患。那些参与行动的将士们都……唯一一个活着逃出来的人，便是孟昭。所以孟昭的复仇心情情有可原。
在宝瓶谷误入阴司的3个人，都是孟昭的复仇对象。王统领作为当年的指挥官，见风使舵抛下了部下，而秦隐是那次暗杀行动的谋士。至于张大福，当年也是先锋队的队员，后来假装负伤中途退出，最后还平安退伍。所以，孟昭设计地狱阴司的用意很明显，他就是要审判这3个人。而他最后一个复仇对象，就是黄将军，因为他是当年那次行动的最高负责人。说我杀人，你有什么证据？这一切要从作案手法说起。受害者们都在熟悉的山路上莫名其妙走进地府，事后在原地却都找不出问题。这是因为凶手们紧挨着原路挖了一条等宽的岔道，再用同样的山石和植被做尾饰，引人走入岔路。借助烟雾，各种假扮的鬼神就忽然出现。之后的事情大家都清楚了，受害者先被审判，后被杀死，然后丢在悬崖上，胸前呢就放着阴司的鬼符。那凶手为什么要选择在宝瓶谷呢？还有，这阴兵借道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所谓阴兵呢，只不过是一种天气现象。这宝瓶谷就是一个口小肚大的瓶状山谷，从入口处吹进来的风就会被聚拢扩大，就好像瓶子里吹气一样。在具备特定条件的夜里，岩壁上被反复扩大的风声、雷声叠加产生震动，就出现了类似战场厮杀的嘈杂怪声，让人联想到阴兵借道。凶手借此模糊焦点，误导我们的调查方向。陛下，臣冤枉啊！臣冤枉啊！他们血口喷人，你们有证据吗？陆尚书正好说到证据。我们重新走访了村民，重审理证。据他交代，2个月前，大概是在6月中旬，他们接连多日看见士兵从长安方向来到宝瓶谷，并且隐约听见开山动土的声音。随后被下了封口令，胆敢外传格杀勿论。根据宿卫营的记录，从6月15到6月底，陆尚书前后8次抽调过左后卫3个小队外出执行任务。照这个人数和时间，足以在宝瓶谷修出条假路。陆尚书，这算不算证据呢？我派遣士兵是为了搜查孟云，我抓捕了他，拷问了他，但是他跑了。为了抓他，你甚至不惜制造假疫情，想让长安封城，以便瓮中捉鳖。找一个孟云需要这么兴师动众吗？就是因为抓不到他，找不到他，我就没有证人呐，没有证人，所以你就承认他是假孟云了？证据还有，陆尚书，你酝酿弹劾很久了吧？最近终于要出手了，所以你在朝臣中走动的尤其活跃，明里暗里的拉关系，无非是想让更多人站在你这边。但秦隐死里逃生是个意外，你们没有想到，而他又知道太多内情，很可能会认出孟昭。为了确认此事，陆尚书特地把孟昭打扮成随从，带他来到大理寺，以询问案件进展为由，见到了秦隐，发现他确实认得孟昭。之后，孟昭就夜闯客栈，来到秦隐房间，想对他下手。幸好我们提前做了准备，夏魔和秦隐就躲在院角，亲眼目睹了孟昭翻墙的全过程。没错，我就是孟昭，是我替袍泽兄弟们报了仇，是我审判了他们，他们每个人都该下地狱。来人！只可惜，你还活着，黄将军。你还记得吗？那些士兵都是你亲自挑选的，还喝了你的壮行酒。但天下人不得不知道我们为何而死。你知道，朝廷知道，太上皇知道，你们为什么要假装不知道？为什么？陛下，臣……行了，除了陆明还有黄将军，其他的人都退下吧。草民告退，臣告退。陛下，臣……陛下，臣……黄将军，这不是你的过错，你不必自责。你的病刚好，先回家休养吧。啊。
谢陛下，臣告退。谋杀、诬陷2罪并罚，丢光了朕的脸面。朕的身边不需要你这种乱臣贼子。陛下，行了。陛下，陛下。大理寺真是坏了我大事。陛下对李治信任有加，主上对此非常忧虑。属下明白了，你且放手去做。必要时，是否可以？那就要看他离我们有多近了。如果顺着某个案子摸过来，就别再犹豫，杀！遵命，属下明白。畏罪自杀了。把霍萧拿下！凶手就是霍萧。有件事，我要提醒你们一下：杜远山贩卖军械的事，不单单是走私的问题。我在暗中调查过，就算他再天才，也不可能在短短几年之内把商会开满全国。这一定是有人跟他合作，互惠互利。他们帮助杜远山建立商路，同时也利用他的渠道，大量输出我大唐先进军备。有关杜远山私贩军械一案，必须彻查。谁在背后跟杜远山合作？他们又有什么目的？程烨，在。你们特别案件组能接手吗？交给我们了。父亲，要将事情始末原本禀告陛下吗？你来设想，若然，结果会如何？往坏了想，免不了要受斥责。再者，不知皇上会不会怪罪吐蕃国君？怪罪我们倒是轻的。若是圣上真的施为于吐蕃，那一方百姓的日子可就真的难过了。那父亲预备如何？尊重吐蕃国君的意思，呈送普通猫眼石，将降级猫眼石和罪犯的意志罪状一并交给吐蕃国君。至于罪犯本人嘛，找个理由交给大理寺处决了。是。
你又想搞什么鬼啊？哟，你其实早就发现了真相，还嘱咐双叶别跟我们说。你到底想干嘛？当初在密林中，这个气味好熟悉啊！我闻到那种香味时，就感觉不对劲。后来那怪声一听就知道是迦兰蛇师的赋予术，类似你们中原的传音入密。随后在不周村的村口，那2尊蛇形雕塑的技法也源自于迦兰国。从长安远，咱们进村什么都没说，对方就知道我们来自长安，来找巨蛇，可见那个蛇师与他们有联系。随后，双叶在房中发现的黄蜡藤，那是缓解麻风病痛的常见药，沙袋蛇是迦兰国独有之物。月下的拜祭仪式也源自于迦兰。由于忌惮蛇师，我不希望引起他们的注意，我就让双叶去查，同时让小白鼠携带密信连夜下山求援。他被蛇咬伤，也是不想打草惊蛇，为我们争取时间。村民虽然落网，可那蛇师还逍遥法外，咱们一定要小心。听四娘说，你最近经常做噩梦。四娘太抠门，最近伙食太差，吃不好做噩梦，听过没？别太焦虑，我在，天塌不下来。你喝酒了？说话怎么那么肉麻？少喝了点。哎，你是哪国人来着？迦兰早已亡国，一夜之间背井离乡，流离失所。如今混在长安的，恐怕也只有我一个了吧。那哪天遇到故人，别忘了跟我打声招呼。干嘛？你要请喝酒啊？故人是你的过去，你在这儿只有现在和未来。我不管对方是谁，有多少人，谋多大事，只要他敢对你起祸心，就别想活着离开长安。天色不早了，睡吧。以后少喝点吧。凶手已经查明。很好，不过一定要切记，消息一旦传出去，对上官家的声誉也会有所影响。我自然明白。过2日有支前往波斯的商队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把盘缠备好，让他们换个地方重新开始吧。案子都破了，官爷还有啥不爽的呢？破与不破没区别，没什么区别。本来应该是震惊朝野的大案，被蛇神唬住，居然说怕动摇国本，可笑之极啊！一国之本若如此容易被动摇，那我们还要这国干什么用？
小之妻，可小之妻。禀少卿，都准备好了。你们先出发，依计行事，多留神。今天估计要等到子时了，不许偷懒。是。来了。四卿，我带人按照林白的路线图去查看过，发现有安营扎寨的痕迹。把你的意思说清楚。就是说，有军队驻扎过。啊。根据兵部档案，大唐从来没有府兵经过那条山路，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开辟出来的。情况很明显，有敌军潜入驻扎，窥伺长安。是不是他们来了？谁啊？少跟我装傻充愣！那些迦兰国余孽！你声音再大点儿，全樊氏人都听见了。我还能不了解你吗？除了他们，谁还能把你吓得魂不守舍？晚饭放着鸡腿都不吃。不饿。少来。是不是他们我还不确定。不过如果是的话，一场浩劫在所难免。该来的无需躲。有人找你叙旧，我请酒。想搞事，老娘剁了他下酒。鸡腿放这儿了。迦兰，余孽。陛下，这千年太岁乃是突厥可汗的长子阿史那都进献，臣弟借花献佛，恭祝陛下万岁，龙体圣安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这样的宴席着实让人烦闷。你大可不必来。陛下，臣弟已命人将太岁给您取来，还请稍后。今夜正是客，一切听主人吩咐。陛下说笑了。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林飞白，啊，干什么慌慌张张的？什么事啊？不必惊慌，慢慢说。啊，是陛下。王爷，张夫人她……张夫人又怎么了？她被千年太岁杀死了。你能替本王查案吗？
只能劳烦王爷派人盯紧每一个赴宴之人，因为能在王府中自由走动、不受约束的人，都有可能是凶手。去，照办。李少卿，请恕素衣瞒报之罪。昨日王爷将他送回别院后，王妃就悄然离去，再也没有回过王府。那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？你要是敢说谎，李少卿会把你关到牢里去。素衣绝对不敢欺瞒李少卿。昨日宵禁之前，王妃找我借了套衣服，说是要去西市一个叫什么七贤的客栈，这剩下的我就不知道了。那女子和一个突厥男人在房中大吵大闹，折腾了一晚上。之后他们二人还出去过吗？那个女子争执过后就独自离开了。令长史，你是查到什么了吗？啊，回李少卿，飞白从素衣口中得知，王妃有一个腰坠，一直舍不得离身，但如今却留在了梳妆台里，此事略有蹊跷。这玉坠有什么来历？玉坠是王妃出阁之前便有的，花纹特别。有什么特别啊？啊，一看便是突厥之物，而且阿史那都也有一个。令长史跟突厥王子关系很好吗？啊，我二人此前算是点头之交。他被捕之后，吉隆可汗震怒，派10万大军驻扎我边境，逼大唐交人。倘若不交出突厥王子，他们便要派兵南下。这案子再不破，恐怕两国交战在所难免啊！萨摩，我们一起重回命案现场。来人呐！本王没杀过人，快放我出去！云舒，你放心吧，待我从这里出去以后，我就去找你，把你带回突厥。我们此生再也不分开了。王子，您的饭来了，最后一顿吃了吧。滚！出去！那您喝点水吧。令长史，想不到你还是一个会操纵重置的伽罗师啊！我查过了你的通关文牒，你是近几年才从外域来到长安的。你的通关文牒上写了你来自柔然国，但你根本就没有柔然人的生活习惯，你的文牒是假的。你是迦兰国的人吧？萨摩多罗，别忘了，你也是迦兰国的子民。你忘了，咱们的国是被谁灭的？咱们的家又是被谁破的？啊，是大唐！
难道你就不想重建迦兰吗？没有国，我们一个个的全都是无主的游魂。唯一能让我活下去的动力，就是重新振兴迦兰国。人早晚都会死的，与其在灭国以后苟且偷生的活着，还不如为复国大业而亡。那我问你，你复国是为了什么？为了什么？为了迦兰逝去的子民，为了在战火中亡故的大哥和母亲。那你这不是复国，是复仇。我还记得，我小时候在迦兰过着那种无忧无虑的日子。我也记得，我躲在柴火堆里，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家人在眼前逐渐消失。没有人会比我更痛，也没有人会比我更恨。我常常在想，难道我们因为我们心里的仇恨，难道我们因为我们所谓的复国，就要去杀掉别人的母亲和大哥吗？就要让更多的人成为像我一样的孤儿吗？你问我恨吗？我当然恨，但是我更痛恨战争，痛恨一切打着国家名义残害无辜生命的行为。林大哥，不要再执迷不悟了，好吗？不知我者，为我何求？我只恨大计未能如愿，天佑迦兰！拉下去斩了！启禀国师，令肥白折了，验明正身，即日处斩。这个案子还是萨摩破的。正是，若非他从中作梗，大唐和突厥已经开战，这个人必须处斩。愚蠢！萨摩是一颗棋子，没有他，复国大业不可能进展得如此顺利。只是萨摩天资过人，精明狡慧，总有一天会意识到我们的存在。我做了这么多，
就是在等待那一天的到来。毕竟，萨摩是伽罗的王子，也是我王唯一的血脉。灭国时，萨摩还小，不记事，只知道自己是伽蓝的子民。若能复国，继承大统的人也只有他。愿诸神庇佑，让萨摩耶早日觉醒，燃起心中的清凉圣火。不知陛下急召微臣，所谓何事？起来说话。谢陛下。如今正值采选之际，那掌管采选的总管罗德海却在昨夜暴毙。什么？朕已经吩咐下去，此事万万不可声张。这次召你进宫，就是想让你低调彻查此事，争取早日水落石出。微臣遵旨。那造谣的太监已经被杖毙，现在唯一的目击证人也没了。小太监出现的时间太巧了，有可能受人指使，故意透露这个假消息。我们在罗德海的衣服里发现他的受贿名单，名单上都是此次参与采选的人员。他们应该是想为家中女眷争取名额。罗德海正是掌管此次采选的总管，贿赂他的确是条捷径。你是怀疑是名单上的人作案？有这个可能。这么多人，那咱不会挨个查吧？都在这呢。那件案子有进展了吗？子苏，你进宫的事情怎么样了？暂时搁置了。这次参与采选的姑娘全被退回去了。退回了？是啊。听说罗总管为采选受贿，陛下为了肃清后宫，就把采选取消了。哎，玲珑，别走，别走，听我说嘛，玲珑姑娘，采选取消是好事，说明咱俩有缘分呢。啊，走。哎呀，玲珑姑娘，玲珑，明日我就上门提亲去啊，把彩礼给你送过去，等着我啊。走。这什么人？这不王麻子吗？本名王进，爹有钱，就没学点好，天天往漂亮姑娘身上蹭。这位玲珑姑娘，我好像在哪见过。哦，啥新鲜事儿都有。第一次听说采选取消。是啊，姑娘们都不用进宫了。还看呢？再看，膀子被你看穿了啊！哎呀，我就担心这是个梦，这梦醒了，他就要进宫了。哎呀，是不是梦？不是，你见得很真实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行了，给我吃好吃的去。哎，不过子苏要真的进宫的话，我一定不会拦着他的。拦着干嘛？你可以去陪他嘛。给他当厨？哎，不，你太狠了吧你！哎，对了啊，案子破了，你以后是不是得高看我黄三炮一眼？我发现你有个优点。什么？人长得丑吧，可你想得美啊！萨摩多罗，别让我抓到你！我打！你来啊！我打！哎，大理寺王嗣成在光天化日之下于家中被雷劈死，此事太过荒谬，太过荒谬啊！莫非这王嗣成贪赃枉法，操了天谴，休得胡言乱语？
你有何证据说我大理寺官员贪赃枉法呀？我是没什么证据，可是老天爷看得真切。休得胡说！我为官清廉，就不怕遭了天谴？怎么会遭天谴呢？稍安勿躁啊！事关朝廷命官，要是消息传出，朝廷内部定会一片混乱呐。此事万万不得让陛下知晓。是啊。这个东西，我知道是谁做的。你知道？我找他做过暗器。这又不是暗器，怎么确定是他呢？因为全长安城能铸造这种铁具的人，只有他一个。小哥，啊，你看看，你认得这个吗？出自我之手，怎么不认得？那你可还记得你把这个铁牌卖给了谁吗？这种专门定制的铁牌，我只做了2个，都卖给了一个从吐蕃来的巫师。谢谢啊。啊，都卖给了从吐蕃来的巫师。我也听坊间百姓说过，这个巫师通晓雷电之术，还知道大家如何安装避雷装置。要利用这一点和巫术来杀死大理寺丞和书生，都再容易不过。没错，吐蕃向来和我大唐战火不息，近来局势更是紧张。也许巫师正为该国派来的杀手，先灭大唐官员和才子，然后灭国。哎，帮我个小忙呗。不用还价了。免费行了吧？说吧。我呢，之前在长安呢，有一点小小的错误。非法演出啊？哎，你说那官府非得抓着我不放，那么较真儿，搞得我都不能自由出入长安，所以案子破了，我帮你摆平。一言为定。嗯。身手不错嘛。你能不能小心点？这要换个人，早就死了。萨摩出去了。我来找你。找我？找你有事。这个案子，萨摩说免费。他说免。我可没说免。问吧。那个吴洪熙，你认识吗？吴大善人，我家的鱼虾都是从他家进的，买卖做得很大，乐善好施，是远近闻名的大善人。怎么了？那他跟江湖上的人有什么来往吗？买卖做得大，没点江湖上的朋友，容易遭劫呀。当年有河道劫渔船，他雇了武师，大干了几仗，算在江湖上小有名气。知道了。等等，怎么了？萨摩的案底，放心吧，包我身上。我希望你不要笑。为什么？他在这儿，我还能保他周全；可要是出了长安，我也救不了他。你也不希望他出什么事吧？又在偷懒呢？吓死我了！我刚做梦吃烧鸡呢。又想躲着不干活啊？
我说四娘，我刚眯一会儿就被你骂，我都不想干了，怎么了？啊，给你干活你又发不出工钱来，我何必苦着自己啊？翅膀硬了啊！那我告诉你，你在这儿待一天，我就得用你一天。有种你走啊！想走那天自然会走的。怂了是吧？少给我在这儿装蒜！地擦了，碗洗了。地擦了，碗洗了，擦地洗碗，我还不如要饭去呢。我听说东边新开了个赌房，哟，是吗？前天老王狠赚了一笔。行也好，省点吧。走，咱去看看，咱们去这东西哪值这么多钱？要不这样，我拿2个不算。哎，抢劫了！抓住他！抓住他！眼下北方边境失利，百姓饱受战火荼毒。二位以为此事当如何处理啊？萧某以为应以民生为重，主动出击，驱除外敌。眼前敌兵虽然活跃，但只是小股分头势力作祟，若能个个击破，那无异于断敌方之手足。萧公言之有理，敌方虽然大胜，却也是元气大损，正骄且躁，而我军恢复速度远快于敌方，此时出兵快攻，当是良机呀。二位大人一向都是主战派，可是此种战法需要我军精兵能稳定发挥实力。现在是新帅带兵，士气如何尚不可知。他若贸然出战，恐怕是要吃亏呀。只怕假以时日，敌方亦已养精蓄锐，更加难以对付了。如此，明日议政时将此事禀告陛下，与各部共同商议。好。哦，对了，今日上朝时，太府司少卿侯南无故缺席，二位可知是什么原因呢？不知。吕延忠也未见踪影。谏议大夫吕延忠称病告假。父亲，上官子苏见过萧詹事程普业。什么？我等先行告退。此事当真？确认无误。这侯南不掌太府司实权，有谁又有什么必要要对他下这么重的手呢？彻查此事，以防节外生枝。是。另外，增派人手，保护好谏议大夫。吕延忠，他二人干的那些勾当，程普业不是马上要查清收网了吗？涉案人员都在地方上，也不至于。先按我说的做。是吧？客慢走啊！子苏姑娘，喝杯茶压压惊。哎呀，都在呢。哎呀，你们真是不知道，那个谏议大夫吕延忠。子苏姑娘，我这刚说到吕延忠，我没说什么农毛区啊。算上你这次呢，他已经是第4遍听到别人跟他详细描述那个吕延忠的死亡惨状，听一遍呢就得上楼狂洗一遍澡。照这个架势，现在是不用听完就得上去洗了。我知道了。程同的独子程孝和于1个月前在北部边境战事中战死，侯南和吕延忠都是在那一役中立主战的。哦，他这么做是为儿子报仇？子苏，当时就这么2个人主战吗？还有一个人，萧城官人也是在那一役中立主战的，
不过他平日与程通关系挺近，或许是这个程通才放过了他。不好说，你们最好还是去萧家查看一下才好。我们分头行动，萨摩三炮和紫苏去找萧战士，我先去城府捉拿程通，一会儿跟你们会合。好。李少卿，这里一个人也没有。没有。快搜！是。城府把我家主子请去了，这会儿应该还在那儿吧？不好，萧战士有危险，应该是被程通抓了。这事可千万不能让老大知道。怎么了？老大表面上一副不在意的样子，其实萧战士在他心里比他父亲都重。万一出事，老大非疯了不行。那就更不能瞒着他了。要是咱们因为顾虑耽误了营救，他会恨咱们一辈子的。三炮啊，有个事要辛苦你跑一趟。程仆夜，侯南吕延忠结党营私、买卖官职一事，你都查清了？查清了。他们二人早晚要死，转交刑部便是了。你为什么要对他们下此毒手？朝廷处置是法，你动手是罪。这一点，你不清楚吗？这是犬子赴战场前留下的诀别家书，其中详述了正确的作战方略，也写进了他赴死前的不甘。在原本可以不死的情况下，因不懂战略的文官贪功，不得不舍命冒进。他心中该是怎样的滋味啊！拿到这封家书的时候，臣甚至不敢想象他赴死时的恐惧。所以你才下此狠手。是，臣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方式谋杀他们，不过是想让他们也尝尝那种明知要死却无力回天，只能等着死亡一点点逼近的恐惧。你既然心中有恨，为何现在在边防事务上仍是立主战呢？以当前的形势，立主战的方略是正确的，况且这也是犬子的遗愿。卑职此次前来，是想打听嘉兰复国案的调查进展。抱歉，无可奉告。我有个手下叫萨摩多罗，刘侍郎可曾听说过？听说过。怎么？卑职听说萨摩与此案有些牵扯，可有此事？确有此事。萨摩其人头脑极聪明，断案是一把好手，只是性格乖张怪癖，确实得罪了不少人。但我以性命作保，萨摩绝不会涉案。李少卿不必担心，只要他底儿干净，我绝不为难他。那卑职多谢刘侍郎。李少卿不必客气。这个案子查了大半年，结果让我不寒而栗。一场风暴转瞬而至，咱们都自求多福吧。刚接到线报，上官府外有可疑人物出现，疑似纵火犯，咱们要不要布防？哦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就在今晚了。时间到了，大家准备。
没找我呀？啊？这柴府的结构如此严密考究，和前两家差不多。烧过之后，房柱房梁依然如此挺立，这木材应该是从凉州选来的金丝楠木，十分坚固。我家的房柱房梁就不是这个样子，当初肯定不是同一个工匠所建。萨摩，要小心点儿。双叶不在，你要是死了，可没人给你收尸啊！你们少咒我啦！你不能这么对我，士可杀不可辱。你以为我为了这些吃的，连尊严都不要了吗？哦，那你看我这。其实你这么对我没用，我这个人呢，思想特别简单，真的，跟皇上有关的事情我死都不想碰。我没让你管。哼，说的多好听啊！当年我就吃了一点御赐的点心，多大点事儿啊！知道那次我挨了多少板子吗？我挨完了板子，下着个大雨，我还被推回去，我发烧整整1个月，你知道吗？人都差点残废了。要不是当时四娘仗义相救，我这条小命都搭进去了。哎，那狗屁皇宫还不如一把火烧了。啊！女儿，找什么呢？哪儿来的？爹爹，我查不到关于他的记载，这鬼面到底是什么呀？等一下。这上面记载着，这个鬼面是随臣杨素所造，似乎与传说中的杨宫宝库有关。里面有金银珠宝、书册画卷、各种神器，不论是宇文化及，还是杨广，亦或是高祖，乃至当今圣上，都数次派人四处找寻，但因当年宝库线索被杨素分别交给了杨家、宇文家、外御医家，还有北齐后人高家，所以迄今为止，始终没人能将所有的鬼面找齐呀。若真的找到杨宫宝库，这宝库只能姓李。女儿明白。真没想到那道士会死在第2棵鬼面树下，意料之中。这块玉牌是我在那道士的草席底下找到的。外御医家。这个形状好像跟玉牌很像。三毛，把你的玉牌拿出来。似乎不同姓氏的玉牌排列组合后才能开门。
过来之前，已经通知我爹，他们很快就会过来。今日所见，告诉李治他们，一定要保守秘密。里面不是还有很多宝藏吗？不可多问。若只是财宝也就罢了，这桩案情牵扯到迦兰复国的阴谋，若有牵连，粉身碎骨。哭了？哭什么啊？酒壶啐死！你们俩的孩子多大了？说什么呢？真当我傻？你是疯了？滚！他可是要密谋复国，跟他走得太近，你会粉身碎骨的。离得太远，生不如死，碎了也罢。启禀国师，冯阳已被押送天牢，即日出战。可惜，他也算个忠臣，安排个人替他收尸，好生安葬。遵命。所有为迦兰献出生命的义士，咱们都不能忘。复国之后，要把他们的名字刻在碑上。进贡的时机终于到了。李世民，待杀进长安，我一定要亲手剥你的皮，抽你的筋。可萨摩还在城里，怎么保证他的安全？我早就在他身边安排了一个人。国师英明。传令下去，此时3刻，全军整装，向长安进发。遵命。感谢上苍，终于让我见到了这一天。怎么了？一个人喝闷酒？思春啊。唉，想家了。想家了就回去看看。去哪儿啊？
那儿早变成了一片废墟。你也忙了这么久了，也该歇歇了。想去哪儿，你随意。怎么了？想撤火啊？你不累吗？就没想过休息吗？你少废话，有什么事直说。刚收到风声，迦兰国的余孽纠集了大批人马。迦兰国的故人们，放马过来吧！好，这是你自己决定的。之后，如果扛不住，可千万别叫苦。切！元宝还我吧。李少卿，给我萨摩多罗的东西，还想要回去？美的你！哎，你们俩快过来啊！哦，来啊，吃起来，马上就好。